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过去的3集里面呢，我们一起走遍了尼泊尔加德满都的3大杜巴王宫广场。我们看了过去王国的一些荣光，还有这些雕龙画栋的一些雕塑。那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补上的是那些平常容易被观光客所忽略，但是呢却是非常精彩的一些角落哦。这一集呢，我们将一起揭开尼泊尔近代历史上最不可思议，同时也是最悲伤的一个事件，那就是王室灭门血案。这场悲剧呢，最终呢却成为了尼泊尔迈向共和国的催化剂。那不过呢，在那之前呢，想先带大家来去转换心情一下，让我们在离泰米尔闹区短短几分钟的距离呢，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呢，仿佛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呢，时间就慢了下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梦之花园。那我们走过了加德满都的喧嚣啊、车声、人声、喇叭声等等的，但是呢，一走进去这个欧风的花园呢，就会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看不到的结界，会被优雅以及静谧所轻轻包围起来。那这座花园呢，是源自于拉纳家族，就是我们在上一集影片里面呢所有见到的，就是在杜巴王宫广场里面呢所建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欧式新王宫的那个家族。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私心推荐一下，就是这里的餐厅呢，里面的甜点是真的蛮好吃的。那如果说呢，大家对于尼泊尔的这个红砖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些传统的雕塑呢，感到有些审美疲劳的时候呢，不妨可以来这边晒晒太阳，喝杯咖啡，然后再配上熔岩布朗尼蛋糕，哇，真的是再舒服不过了。在花园的一旁呢，这是纳拉扬西王宫。那这个王宫呢，绝对是加德满都里面不可错过的景点哦。对于当地人来说呢，这个王宫的重要程度呢，可是可以跟加德满都的杜巴王宫广场齐名的哦。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这个王宫除了它非常的金碧辉煌之余呢，它背后呢，其实就隐藏了一个近代尼泊尔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悬案。2001年6月1号呢，王室成员照例呢在宫中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气氛相当的愉快。那其中呢，王储也喝了不少的酒，举止呢开始稍微有些不得体了。于是呢，被国王要求先行回房。但是呢，不久之后呢，王储却突然间再次出现在了宴会的现场。只是这个时候呢，他手上呢再也不是举了酒杯，而是拖了2把枪。王储很快的呢，将枪口对向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国王。随着枪响，国王呢就已经倒卧在了血泊之中。王储并未停止他的毒杀哦，甚至呢一路杀到了花园。他持续的对着王室其他成员进行扫射，过程中呢，诸多的公主和王子呢，皆成为了枪下的亡魂。唯有帕拉斯王子呢幸存下来了。那最后呢，王储再次回到了花园，在距离他母亲尸体10多公尺的草皮处呢，又是一声枪响。只是呢，这次子弹呢打在的是王储自己的身上。王储最终呢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虽然王储没有马上死去，但是呢，经过3天的抢救呢，仍然是回天乏术。那当晚呢，几乎整个尼泊尔的王室呢全部陨落，唯有王储的叔叔呢，也就是贾南德亲王呢，那也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幸存王子的父亲呢，因为当时呢人在博卡拉度假，而并未出席聚会，才最终逃过了一劫。那由于呢，按照印度教的规定，死者呢其实必须要在24小时内呢火葬，而这也使得呢这桩血案呢，即便在仍有许多谜团仍未被解答的时候呢，国王跟王后呢他们的遗体呢就已经被迅速火化了。那当然呢，这也为日后的阴谋论呢埋下了更多的未爆弹。那痛失国王的尼泊尔人民呢，对此是无法接受的，全国呢一片混乱。那在国王的葬礼结束后呢，首相的官邸甚至就遭到了人民的破坏。他们对于政府一直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呢，而感到愤怒。直到事发的2天后呢，亲王才以摄政王的身份呢，通过媒体来表示说，这场血案呢其实是一场意外，一切呢都是源自于枪支走火。但是很明显的呢，这样的理由根本无法解释整个王室是怎么样子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陨落。另外呢，其实相比于国王的高人气呢，其实这个摄政王这个亲王呢，过去的形象呢，其实就不太被人民待见。又再加上呢，唯有亲王跟亲王的孩子躲过了一劫。这个时候呢，阴谋论呢就开始在民间呢甚嚣尘上。
那随着人民的情绪呢越来越难以平复嘛，亲王呢最终在6月4号的时候呢，也就是司法的第3天，也是王储去世后，亲王呢从摄政王继位呢成为新国王的那一天呢，开始宣布了要实施宵禁，并在隔天6月5号的中午呢，新国王呢就宣布他一定会积极的展开调查，并且呢将在6月10号的时候呢给人民一个好的交代。那新国王呢，当然是意图要平息人民的愤怒嘛。不过呢，最终的调查结果呢，一直推迟到了6月14号才进行了公开。那这个调查结果呢，是显示王储呢，他在喝得烂醉之后呢，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那当下呢，他是有吸食这个含有鸦片的香烟的。那加上呢，因为过去王后呢，对于王储和他女儿的婚事呢，百般的阻挠，一气之下呢，王储呢就决定要对自己的家族进行了扫射。但是呢，据传王储的死因呢，其实来自于身后中弹。那这个角度呢，基本上很难是自己开枪的嘛。再加上呢，以王储的身份呢，基本上，即便王宫的守卫呢意识到了王储呢在进行大屠杀，他也不至于敢从背后呢对王储进行开枪。但是呢，无论真相是哪一个啦，反正呢，尼泊尔呢当下呢都陷入到了空前的动荡。那这个呢，也给了反政府组织呢壮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这个里面呢，尤其是尼泊尔共产党。那同时呢，这也给了新国王很大的压力嘛。于是呢，新国王在2005年的时候呢，就宣布解散国会。那在2006年呢，全国就爆发了数十万人的这个大规模的反国王示威运动，最终呢，又迫使的新国王呢，还是恢复了国会。那在2008年的选举的时候呢，共产党成为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并且呢，决议废除了君主制，宣布呢，尼泊尔成为了共和国。那新国王呢，就被逐出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皇宫了。但是呢，其实啊，尼泊尔的这个民主共和之路呢，并未这么的一帆风顺哦。在随后的日子里呢，贪腐啊、政党对立啊，然后又分裂啊，然后通膨啊，跟经济停滞等等的，反而开始促使一部分的人民呢，在思考，是不是呢，应该要废除共和制，恢复君主制？他们对于过去的一些荣光呢，其实存在的一些怀念的。其实尼泊尔的这个王室血案哦，到现在呢还没有真的水落石出。那无论是这个夺权的阴谋论，又或者是说这个王储因爱失守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呢都还没有办法被完整的证实。那民众呢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哦。不过呢，我想故事听到这边呢，其实大部分的外国民众呢，跟我一样，一定都会有一样的一个好奇，那就是为什么呢？这么重要的国王跟皇后的这个王室血案呢，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的时候呢，就要必须在24小时内的时候呢，进行尸体的火化。这个呢，也就刚好带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要去的地方，那就是烧尸庙。全名呢是帕夫帕提纳寺。那在我们过去所介绍这么多以湿婆为信仰的神庙里面呢，帕夫帕提纳寺呢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湿婆神庙之一哦。那它呢也是尼泊尔的印度教信仰中心。该神庙呢目前它是只开放印度教的信徒才能够入内参观的，所以我们无法呢瞥见这个神庙里面非常雄伟的雕塑。但是作为旅客呢，其实此地真的还是不容错过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呢，它一旁仍然保留了印度教的一个传统，那就是烧尸。那这边呢，先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在华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呢，亲人过世呢，绝对是一个无比难过的事情嘛。但是呢，在印度教的世界里面呢，其实亲人离去呢，并不完全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他们相信呢，其实灵魂在这个时候呢，终于得以摆脱了肉体的束缚，然后可以到下一个循环里了。因此呢，烧尸的过程中呢，虽然说不至于是那种张灯结彩啦，但是呢，它的氛围呢，其实是相对平静跟庄严的。
我们沿着河岸呢，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平台嘛。那这里呢，就是等一下执行仪式的地方了。那一般来说呢，离神庙越近的地方呢，它的收费越高，那它的阶级地位呢也是越高的。那也就代表着他们能够更快的脱离苦难，然后进入到湿婆神的怀抱里。那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仪式的过程哦。那在仪式的开始前的时候呢，亲人或是僧侣呢，就会先用河水将大体呢清洗干净，那象征呢就是要洗去过去的一些世俗跟业力这样子。那第二步呢，他就会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被包裹在这个橙黄色的布里面，然后呢，头部会是裸露出来的，额头呢中间呢会涂就是3道白线啊，或者是用那种红色像朱砂的那个印记。那第3步呢，就是家属呢就会把这个大体呢抬上这个铺满干柴或是稻草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第4步呢就会由长子或是长孙来负责点火。通常呢，他们会先点燃就是亡者呢口中那个塞住的那个一撮的小火种，然后或是稻草，那象征呢就是灵魂呢会从嘴巴这边先离开。那这一刻呢，对于印度教的教徒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也是对亡者最后的孝行哦。那第5步呢，就是要焚烧这个过程嘛。那大概呢会需要3到4个小时，然后呢亲人就会在一旁呢静默，然后呢低声的这个诵经这样子。那现场的气氛呢就会非常的肃穆。那当然呢还是可以听到就是现场的一些亲人会有一些不舍的哭泣声啦。那第6步呢，就是整个火化结束了，遗骨呢就会被捡起来，然后呢剩余的这些灰烬啊就会被放入到了就是旁边的河流里面，然后呢象征着融入到了这个宇宙之流。那这个河呢，其实它就是跟印度恒河是同源的，所以说呢才会特意的呢要选在这个河旁哦。那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亡者的灵魂呢，就终于得以进入到了下一个循环嘛。那这个时候呢，长子呢，他就会选择远离群众，来展开他类似像是守孝的这个之旅。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基本上除了远离人群之外呢，他会每天只吃1餐，然后呢，而且是素食，然后会剃去自己的头发，并且呢，只穿着简单的白衣，然后每天朗诵经文，来祈求自己的祖先呢，能够顺利的前往到下一个世界里。一直到13天结束之后呢，这个守孝之旅才结束，然后他就会重新返回了社会里。好，那到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下前面留下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国王跟王后的遗体要这么快的进行火化？从上面的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烧尸的仪式呢，在整个印度教里面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们相信灵魂有下一个阶段的目的地要前去。但是呢，如果不是在24小时内呢将肉体火化的话嘛，灵魂呢就会被困在这个身体里，最后呢就会遗留在人间，而无法前往他下个目的地。看到这边呢，我相信一些眼尖的朋友呢，如果你们刚好是漫威电影的粉丝，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呢，没错呢，其实奇异博士中间有一幕呢，就是在这边的桥上所拍的哦。那这条河呢，刚刚所提到的呢，这个恒河的支流呢，它叫做巴格马蒂河，那它就被认为呢是具有净化亡者的力量。不过必须说，整条河现在看起来基本上都黑黑的。那在河的一旁呢，非常多的苦行僧在这边。那如果大家想要跟他们合照的话嘛，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呢，就是需要再另外给予一些小费。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算命师，他们可以替人算命。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嘛，呢也可以来算一下啦。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呢有来这边旅行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就是要戴下口罩比较好。倒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味道，而是因为呢，在燃烧东西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灰烬会飘散在空中嘛，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戴下口罩比较好。好啦，那以上呢便是尼泊尔加德满都不可错过的一些必去景点了。那在过去的几部影片里面呢，非常感谢各位伙伴呢跟我一起走过了加德满都的非常多的地方。紧接着在下一集呢，我将带大家呢一同亲身体会尼泊尔最重要的节庆之一，也就是撒红节。在这个令人疯狂，每年都有无数的旅客呢飞到这个地方要来庆祝。那这到底有多夸张的好玩呢？然后多有趣呢？甚至呢还让我遇到了一个台湾女生，她甚至在摔断了腿哦，她都还是一定要来尼泊尔来体验一下撒红节。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撒红节到底有多有趣了。
好啦，那如果说呢，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撒红节影片，或者说更多的精彩冒险旅游影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今天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拜拜。